歡迎收看北京不靜音，我是北京。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最近文革這個話題非常的火熱，由於芳華二創那部視頻，大家看到了我的背景圖啊，那就是在那條視頻的这个彈幕上啊，全是人們刷的人民萬歲，有非常多的人在那裡去緬懷文革以及緬懷毛澤東。那麼這個現象呢，令很多人都非常的警惕，大家現在都在討論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啊，文革是不是重來了，或者文革是不是從來沒有結束，誰都在說啊，王志安也在說，胡錫進也在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胡錫進都在批評這個現象啊，胡錫進說得非常清楚啊，他不敢直接說文化大革命，他說改革開放之前的那10年啊，指文革那個時期，說就是內亂。當然這個內亂不是胡錫進定義的，是共產黨的官方對文革的定義，對吧？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也不希望再來一次文革。那到底文革會不會再來？我們今天這一期北京解構呢，就想給大家從5個問題把這個事情說清楚。好，我們一個一個來說啊。第一個問題，習近平絕對不會去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不會的啊，為什麼？因為我們要看到毛澤東當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本質上是什麼？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把一部分的權力下放給了廣大的民眾，通過他個人的這種領袖的魅力，以及呢黨媒黨刊的這種宣傳，然後掀起了一個群眾運動。那麼把這些權力給到民眾是讓他們幹嘛呢？造反，就是讓他們起來，給了你們某種這種造反的合法性，讓你推翻掉當時的這個官僚體系。那毛澤東的目的是什麼呢？他當然希望這些民眾推翻那些官僚體系，而不是推翻他。那麼他借此可以把權力集中再收回到自己手中來啊，這是毛澤東的一種奪權行為。那麼群眾或者當時發動起來的一些造反派、紅衛兵都是他手裡的工具。那麼這個運動發動起來之後啊，各個地方把一些地方政府都顛覆了啊，然後呢成立了新的政府啊，由人民群眾所謂當家作主的這個革委會，但實際上這一個一個革委會最終還是由軍隊出手去維持局面，恢復一個秩序。那麼革委會最終掌權的人也是一些軍隊的人，以及當時被打倒的一些地方的官僚。這個時候呢，由中央去給他背書做主，他又回來了。那麼回來之後毛澤東控制住局面了，大權收歸到他手裡了又開始反過來去清算那些造反的群眾。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習近平現在需要做這個事情嗎？他不需要。習近平的邏輯跟毛澤東那時候完全不一樣。習近平需要的不是把這個官僚體系都砸爛，習近平只需要去排除異己，然後讓現在的官僚體系都聽命於他就可以了。他要的是穩定，他要的是秩序。所以文革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武器，但是如果再次發動一個文革這樣一種大的群眾運動的了，那麼對於習近平而言是毒藥，所以他不會去做的。好，這是第一個問題記住，習近平不會去發動再一次的文化大革命。那麼第二個問題，我們對比一下，當時毛澤東為什麼敢於發動這個文化大革命讓天下大亂當然他的口號是說我們通過天下大亂到最後天下大治，但實際上他要天下大亂的目的是他要在中間去謀利，對吧？那麼他不怕，還要有相應的配套的這個社會環境條件支持，他才能夠發動。第一個條件很重要的，他的個人的威望。當時毛澤東可以一句話通過黨媒党刊一宣傳，大喇叭一廣播，
然後全國的這些年輕人就敢走上街頭啊，去打砸抢啊，去把这些地方政府的冲击地方政府，这是他的个人的一个威望，或者领袖的魅力，或者一个大家去烘托起来的一个个人崇拜造成的。现在习近平有这样的威望吗？有这样的个人魅力吗？没有。第二个条件在于当时的这个官僚体系啊，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群众一上街就给冲垮了呢？因为它相对很脆弱，之前经历了这个大跃进、大饥荒、党內的派系鬥爭，所以其實當時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比較脆弱的。但現今不一樣了，現在的中國的這個官僚體系啊，你從什麼司法呀、公安呀，包括什麼教育口啊，然後什麼金融口啊等等，所有的財政口，它是不至於是鐵板一塊，但是呢，裡面的這些利益勾連已經非常的深入了，非常的牢固了。這樣的一個官僚體系你說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想要把它能給衝垮，這是非常難的。更何況現在這個數字化時代有這麼多的監控這麼多的大數據分析，你一點點群眾運動的火苗就會被他們扼殺在搖籃裡。這是從這個官僚體系的這個結構性上來分析，那麼現在也不太容易或者不太可能發動起這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麼第三個原因條件對比當時的年輕人的數量比現在要多。當時的這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他不像現在的年輕人有這麼大的壓力，就個人生活上的壓力，對吧？現在有房貸、車貸、養孩子、養老什麼，他們有很多壓力。當時的年輕人沒有這麼多個人壓力，沒有這麼多個人的慾望訴求。而且當時是什麼時候？1966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才剛第17個年頭，普遍的當時的中國人對於這個新興的國家有一種熱情在。我們要建立一個好的國家，我們要奔向很好的未來。那這種心氣兒和現在的年輕人是不一樣的。現在年輕人就是失望，就是憤怒，就是有這種怨恨，但他並不懷揣着說我要起來，我要鬧一場革命，我要奪權毛澤東給了我命令，給了我這個合法性，我可以去把地方政府推翻，我自己成為這個地方政府裡的一員。習近平不會給你這樣的機會習近平是從文革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很多人最開始的時候對他寄予厚望，說他既然經歷過文革的苦難，所以他應該能體會，他應該更加的能夠帶領中國去反思文革。但實際上習近平在文革中學到了什麼呢？就是學到了我不能把這些權力放下去，我不能像毛澤東那樣把這個權力放下，因為就連毛澤東在文革的某些階段他都很害怕，他都很害怕失控，他都覺得他自己控制不了了。那習近平從中學到的教訓就是這個，我不能發動，我一定要用各種方式把這個社會管得死死的。這就是習近平這10幾年所幹的事情，也是這種管得死死的導致了中國的這種經濟下行以及社會的瀕臨崩潰。所以從這第三個條件，當時人們的這個心智狀態，而且那個時候的信息更封閉，你更容易被這個黨國的一個聲音的宣傳所洗腦。但現在的年輕人信息當然更多元了，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是他更懶一些，躺平一些，他更累活的這個壓力更大，他的精神狀態也更犬儒，不像當時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夢想。要改變這個新的中國等等，現在年輕人沒有，所以你指望他們起來說鬧革命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不可能。所以從社會條件上來說，現在的中國也不具備再一次發生當時那樣的文化大革命。好，第三個問題，那為什麼既然習近平不會發動，社會條件也不充分，那麼為什麼大家都有一種錯覺，覺得文革又回來了，又文革2.0了，或者文革從來沒有結束？為什麼會有這種錯覺？是因為
現在整體社會的这个感覺，或者說人們的這個情緒，很像文革那個時候。黨媒黨刊所用的一些宣傳的語言，很多是文革式的，因為文革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他正在掌權呀，他腦子裡就這些東西，他說出來的話就是文革式的。所以這一切包括這種民族主義的敘事啊，對於資本主義的厭惡，然後對於娛樂化的一個打壓，包括人們啊，你看背後這些人民萬歲啊，大家對於官僚這個系統的憎恨等等，所有的這些浮在社會表面的這種情緒化的東西，特別的像文革啊，包括言論所有的自由的管控，對吧？一切都要求一個聲音，這些都很像文革，但是它底層的實際的運行的方式、模式或者那個機制，並不是文革那個時候的，反而是相反的，對吧？那個時候人們可以上街去砸、去搶、去把這個官僚去打他，甚至打死他，自己奪權跑到這個軍隊武器庫裡，把槍炮都拿出來，然後跟不同的政見派系的人就武鬥。你這些放到現在有可能嗎？現在是完全反過來，是官僚這個系統非常的龐大，他們手裡的這些軍隊武警，然後這些武器，然後監控設備、大數據分析，所有的這些科技手段非常的強大，他們可以把人們中國這些喊人民萬歲的這些人民們壓得死死的，所以底層的運轉邏輯是完全相反的，但是這個情緒很像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有這個錯覺，說文革是不是又來了？好，那第四個問題，為什麼我也這麼說我說文革如果我們不對它進行深入的反思，它就一定會再重來，或者我也說過文革其實根本就沒有結束。我說這個話到底什麼意思實際上就是說我們國家的這個政治文化從文革到現在，由於沒有反思所以它沒有改變，還是在講究什麼呢？講究這種敵我思維階級鬥爭的這種敵我思維。就是中國出了任何問題，它不是去解決問題，它是解決那個提出問題的人，把那個人定義成是我們的敵人，對立面，把它解決了，好像這個問題本身就解決了，還是這種思維還是對於這個一個青天大老爺，一個英明的領袖的這種個人崇拜，他不去建立制度，而是期待有一個明君的出現習近平不行，那我們就恨習近平講好像毛澤東回來就可以了，他就是那個明君，又可以或者鄧小平回來又可以帶着中國人富裕起來了，還是這種思維狀態，這是我們要警惕的。以及呢，就是說現在的這個由文革時候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就完全變了，對吧？文革之前的建國之後那17年也發生了非常多的慘劇，但是它沒有波及到所有的人我可能對的是一部分地主一部分資本家一部分這個知識分子，但他沒有對所有的人下手。那文革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捲入其中，那麼就造成了整體中國人的一個精神面貌到現今為止都沒有改變。說白了就2個字：恐懼。就在中國人由文革過來之後，他害怕說真話，他也不信任別人，因為互相會舉報親人之間都會舉報，他特別害怕做一個獨立的個人就偏離了這個中國的主旋律。因為文革時候就是有一個主旋律，大家都幹一樣的事兒，都說一樣的話都去這個崇拜一個人毛澤東，拿着他的一本這個紅寶書這個毛主席語錄去念去背，這是主旋律，你不能偏離這個主旋律。所以對文革沒有清算，沒有反思，對毛澤東沒有清算，就導致了即便到現在的中國人，他還是很多人他還是很害怕自己偏離主旋律，跟別人不一樣，他不敢做自己，他不敢獨立思考，只能人云亦云。
所以人们的這個精神狀態也是這樣。那麼整個這個國家機器，這個黨國，它的運轉的方式也沒有改變，其實還是不透明的，還是這種不依靠法律的，完全是領袖的拍腦門就想出一個政策，然後底下人就去執行，還是這樣，專制集權這些都沒改變。所以綜上所述啊，我們對於文革的反思，我經常去說啊，沒有反思，文革就沒有結束，它的一切的這些遺毒就會一直流傳下去。你看到如今啊，文革結束到現在都快半個世紀了，還是有大量的中國人在懷念文革，因為他不知道文革發生了什麼，他们錯誤地以為啊，覺得文革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啊，就是我們可以不用再聽這些官僚的，不用再被他們欺負了，我們翻身做主人了，我們可以打他們。但是其實呢，其實是這些中國人，他只是自己希望變成人上人，他想欺負別人，他並不是要求一個平等。而且由於他們對於文革歷史的知識的匱乏，他們不知道你所謂的在文革時候當家作主，可以去打這些官僚體系，然後你也就那些造反派啊，你也就風光個1年或者1年半，在文革那10年後面的7、8年，這些造反派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等於毛澤東大權在握之後，他又把權力全收回來，你們都是他的工具，都被他利用完了，他還是要依靠固有的這些官僚階層去統治人民，有的時候還要讓軍隊下場來幫助他去統治人民，幹的事情是一樣的。所以這就是我說啊，我們要對文革要持續的去反思啊，那要把真正文革對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的影響去剔除掉，否則它就是在無限的輪迴的。好，最後一個問題，第5個問題，習近平不會發動文革，那他死了之後會不會有人發動文革？中國的這種戾氣啊，這種惡意的土壤這麼濃厚，文革會不會再捲土重來？我覺得話不能說死，但是不容易，因為習近平之後，我們想象會什麼樣子？首先，他比如突然死了，那麼這個黨中央內部各個派系之間肯定要加緊的去談判，對吧？要妥協，我們要維持住這個秩序，有的時候軍隊也會入場，對吧？因為亂了，他們為什麼害怕？你比如胡錫進為什麼害怕文革再次發生？他跟我們害怕文革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如果假設現在發動一場文革，那胡錫進肯定第一個死了，肯定會弄死他。那他這樣的人當然害怕，對吧？習近平當然也害怕文革再次發生。所以，習近平死後，可以拿到權力的這些共產黨員，他們也會害怕文革發生，他們也會想辦法怎麼能夠控制住。所以，如果那個時候發生再一次的8964，不用懷疑，即便習近平還活着的時候，也不用懷疑，他會血腥的鎮壓掉。那習近平死後的奪權的人一樣，他也要鎮壓，因為不鎮壓，這些可怕的暴民就會起來把他們弄死。但是你要想發動一場像文革時候那麼大規模的群众運動，你需要確實需要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有威望的領袖才能夠煽動起來。但是中國現在有這樣的人嗎？沒有，習近平死後也沒有。包括剛才我們分析的整個現在這個社會結構啊，人們的這個心智狀態啊等等，這些都匹配不上啊。所以單純意義上像文革時候一模一樣的這麼一場這樣文化大革命再次發生的可能性是不高的但是還是那句話，我們不把話說死。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懷念文革，有多少人不知道文革是什麼，也不知道文革的危害，所以就會有人利用這樣的人，他們一定會被利用習近平死後，大家在奪權的時候
一定會去煽動中國這樣的民眾。我肯定要考慮啊，我的基本盤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智狀態啊？他們對什麼感興趣啊？他們懷念老毛，那我就去尊重老毛啊，我把老毛再抬出來。他們懷念文革，我就把文革之中我覺得我能利用的方式改一改，然後把他們煽動起来啊，幫助我去夺权啊，就会有这样的野心家。这也是要大家去警惕的。怎麼樣能夠讓人們不被煽動起來，去把整個社會秩序破壞，然後讓那些軍隊、讓這些野心家以此為口實，去對社會進行更嚴苛的一個自由的管控，不讓他們得逞，對吧？人們繼續的可以安居樂業的按照一個模式，对吧？把共產黨清除掉，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的認知，通過多年或者很多代人的教育，然後慢慢讓中國進入到一個自由民主化的講究法治、講究人權的文明社會，這是很重要的。到那一天就不會有這些人了，或者這些人就很少了，還去懷念文革的，對吧？我們也就到那一天，我們才可以說我們再也不擔心文革 2.0， 或者我們可以說文革真正結束了。好，今天我們就聊這麼多，感謝收看、訂閱、分享。